最近非洲貌似不太和谐呀。上个月，一名75岁的美国加州富翁、热爱狩猎的热衷环保人士厄尼多西奥被非洲象给踩背，不幸身亡了。咱今天来了解几起大象杀人事件，来探究一下大象的恐怖之处。大家好啊，我是戴红。2026年4月17号，老富翁厄尼多西奥正在享受他价值4万美元的高端狩猎之旅。狩猎场地位于非洲加蓬中部的洛佩奥坎达雨林，这里是潮湿又闷热，参天大树遮天蔽日，视线比较差呀。这可能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这位多西奥是加州著名的葡萄园主，还是太平洋农业土地公司的负责人。公司管理的土地里有超过12000英亩的葡萄园，他个人身家已经过了1000万美元。除了有钱之外，他还有着50年的狩猎经验。据他的猎友称啊，多西奥从能拿得动步枪的年纪起就开始打猎了，其足迹踏遍了非洲和北美。大象、犀牛、狮子、花豹这些大型猎物都曾出现在他的猎杀记录里。他家专门有一间战利品陈列室，墙上展柜里全是他猎来的动物头颅和皮毛标本，算是他一辈子狩猎的勋章。而这次呀，他的目标是雨林里行踪隐蔽的黄背小羚羊。当多西奥手拿霰弹枪，向导携带着高压步枪走进了雨林，准备大杀特杀的时候，悲剧发生了。他们俩很意外的遇到了一些可爱的小动物，分别是5头成年雌性非洲森林象和1头小象。一开始二人没有发现这群大象，因为在雨林中，大象的保护色还是相当强力，起到了近乎隐身的效果。直到两人走到距离象群只有10米远的地方，才突然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儿啊！好家伙，大象只有几步之遥了，基本上一伸鼻子就能给他勒死。而此时此刻，多西奥和向导带着枪，面前就是带着孩子的一家年迈妇女。这下 buff 可算是拉满了哈！体型瘦小，只有2.4米高，4吨重的雌性森林象，为了保护幼崽，是一拥而上，惨剧发生了。当救援人员赶到的时候，现场只留下了残破的衣服碎片和多西奥被严重摧毁的遗体。人们通过他身上的个人物品才确认他的身份。而向导可能是被大象一个舍身一击撞飞了，躺在地上是奄奄一息呀。由于距离太近了，大象的攻速就太快，使得猎枪完全来不及使用，只能如破铜烂铁一般从猎人身上经冲撞后掉落。在狩猎公司发布声明证实了多西奥的死讯之后，美国驻加蓬大使馆协助将他的遗体运回了美国加州。据其亲友说，这个结局太过残忍了呀。多西奥是一名热衷于慈善、热衷于环境保护的大好人。虽然他的陈列室里摆满了动物的头，但他确实有一颗充满爱的心。其实完全能理解哈，一屋子这么多动物标本，说他不喜欢动物我都不信。只不过这个喜欢的方式和大家想的那种环保方式貌似有些不太一样。关于非洲那边的动物狩猎，其实还是相当有说法的哈。很多人一边表示环保，一边狩猎动物，开着狩猎公司。这从某种角度来说并不冲突哈，毕竟环境保护好了，有动物生存了，狩猎公司才开得下去。而且非洲这个大区呀，怎么说呢？当地的各种土匪偷猎者，那数量也是相当多，对动物们的损害也很大。本来当地人和动物在大乱斗，结果开狩猎公司的资本家来了，把土匪偷猎者连带着动物一块儿给狩猎了。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算是保护了环境。这个道理貌似多少能说得通哈，只不过确实听起来还是有些幽默。在2025年7月22号，还发生了一件非洲象杀人事件。这次事件的受害者就多少有点冤了。当天早上8点，南非西开普省的冈瓦纳私人野生动物保护区里，39岁的弗朗索瓦·康拉迪正在处理日常的保护区工作。康拉迪的身份很特殊，他不仅是一名身价1000万的公司 CEO， 还是这座高端保护区的联合创始人兼共有人。他拥有动物学相关的荣誉学位，一辈子都在投身野生动物保护，算得上是货真价实的动物爱好者。而且他尤其喜欢大象，平时没事就拍摄大象的影像，记录他们的行为，还参与保护区的管理和防护设施的建设。保护区的员工纷纷表示呀，康拉迪对大象和自然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事发当天，一群大象靠近了游客的住宿区，为了让大象们不惊扰游客，也为了引导象群回到自然栖息地，康拉迪决定驾驶敞篷皮卡靠近象群进行引导。这本是他日常工作中很常见的操作。然而这天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那就是象群里有一头重达6吨
的成年公象正处于发情期。这个成年公象在发情期间，简直不是一般的狂暴啊！此时此刻，它们的睾酮水平会飙升到平时的60倍，最高能达到140倍，情绪变得极度暴躁，攻击性也会极度增强，行为变得是十分的难以预判。同时，其颞腺会分泌一种由蛋白质、脂质以及其他物质组成的粘稠胶油状物质，整个外貌看起来是十分恐怖。这头处于发情期的狂暴公象突然对康拉迪发起了攻击，象牙直接刺穿了康拉迪的胸部，紧接着又反复顶撞、踩踏，整个袭击过程仅仅持续了30秒。护林员听到了动静，赶紧赶了过来，然而已经无力回天了，现场只剩下血迹斑斑的破碎衣物，还有深陷泥土里的残缺遗体。康拉迪当场不幸身亡。这件事情实在是非常令人惋惜哈！康拉迪把一生都献给了野生动物保护，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自然保护者。那头涉事的公象被转移到了保护区的其他区域。事实上，在2024年3月份，本次事件中的这群大象还曾袭击了保护区的另一名46岁的护林员，导致其当场死亡。大象是高度社会性动物，它们的群体关系极其紧密。雌象群由一头象女王和几头成年雌象以及它们的未成年后代所组成。雌象首领往往是象群的姥姥，他会照顾群体中的年轻成员，教导他们如何顺利成长。这群大象攻击性如此之强，还屡屡出现出奇狂暴的公象，可见这个群体的家庭教育可能出现了不小的差错。除了非洲象，亚洲象在袭击智人这方面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2002年6月23号，印度西孟加拉邦大吉岭县的库尔塞奥格镇发生了一起亚洲象杀人事件。当天下午，一头狂暴的亚洲象在撞毁了几间小屋之后，径直冲向了一位60岁的村民。他用鼻子扛起老人，狂奔了大约30米，把老人在空中甩了半天之后扔在了地上，最后把老人砸成了肉酱。根据目击者称，他在杀害老人之后还吃到了一些老人的碎肉。到25号早上，这头大象被进行了安乐死。根据当地森林保护员的调查采访，这头母象的孩子被村民给射杀了。他为了复仇，在2天内接连杀死了13人，并且摧毁了数个房屋。在他被安乐死之后，当地智人们在他嘴里发现了之前被吃进去的碎肉，可见他咬掉人肉并不是真的为了吃下去补充蛋白质，这可能是一种泄愤的行为，是对孟加拉虎的一种模仿。大象的海马体体积巨大，褶皱繁复，这个海马体属于脑部边缘系统，与处理特定类型的记忆，比如空间记忆以及感情情绪等有关。大象的海马体尺寸远大于人类，即便按比例来说，大象的海马体也约占其大脑中枢结构的0.7%，而人类仅有0.05%。因此，很多动物学家推测，大象可能有着比人类更强力的记忆力，以及更浓厚充沛的感情。无论是印度这件事儿，还是其他大象杀人造成的惨案，表面上看可能是一场意外事故，是野生动物的随机攻击，但事实上有可能是某些猎人被大象铭记了几十年，即便过了如此漫长的时间，大象也完全能记得曾经发生过的狩猎惨案以及仇人的脸，最终让这些猎人遭遇了来自大自然最剧烈的野性复仇。关于大象袭击的相关介绍咱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喜欢的话，希望点个赞加关注。我是戴红，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又是普通一天，加油吧大家！